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新的一期大帅说车。10万元买什么车好呢？经过一轮对比后啊，还是犹犹豫豫，不知该如何下手。是不是有很多朋友有这样的问题？其实买车呢，跟上淘宝买东西啊，有一个共同的方法，那就是看销量。随着移动互联的日益的发达啊，人们的消费的观念啊，也有了突破性的改变。同时，信息的获取呢，也越来越便捷。当你决定买一件商品又难以抉择的时候，你完全呢可以把这个问题啊抛给市场，让销量还有口碑来给你答案。说到这里呢，一定会有朋友问我，销量好它就代表产品好吗？哈弗 H6 2020年5月到2021年的4月，一共销量为39.9960辆，差40辆啊，40万辆。每月上万辆的销售呢，让哈弗 H6 呢常年都盘踞在 SUV 的销量的王座上。哈弗 H6 取得成功之后呢，长城呢并没有停下脚步，又给我们带来了更潮的国民神车哈弗 H6 呢国潮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是什么造就了如此优秀的销量。它将取代 H6 的运动版、H6 的酷配、第2代的 H6 现有的3款销售的车型，与第3代的 H6 呢形成一个高低的组合阵容。H6 国潮版呢，它提供了6种全新的车身颜色，分别为呢瑞雪白、锦鲤红、墨玉黑、景泰蓝、青瓦灰以及灯霞橙。H6 国潮版车身的轮廓基本维持了上一代的造型，在局部细节啊做了重新的设计。前脸部分呢，在中网和前杠部分啊进行了调整，而看它这个中网的部分呢，国潮版呢它提供了2款不同风格的进气格栅，而且呢它还都有一个文墨气息非常十足的名字。如果你看到这种横向的格栅啊，它的名字叫做绣春之刃。点阵布局的呢就是松竹之刃。视觉上面来看呢，2种中网啊都呈现出了不同的气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而进行选择。从侧面来看呢，哈弗 H6 国潮版啊比第2代的哈弗 H6 呢车身整长啊增加了45毫米，整体呢显得更加的修长流畅。全新样式的后三角窗呢也显得更加的动感。国潮版的19寸的铝合金的轮圈呢也非常的炫酷，并且呢它配备了235-5519的轮胎。车尾呢使用一个贯穿式的尾灯，尾灯啊略高于头灯，尾部的线条呢略微上翘，动感十足。再加上它这个镂空熏黑的尾翼，黑色的动感的包围，让整车的尾部啊看起来非常的宽大，视觉上边呢也更加的时尚动感。最近车内呢，哈弗 H6 的国潮版的内饰啊部分进行了全新的变化，整个的座舱呢采用了一个环抱式的设计，中控的部分呢也采用了一些国潮的元素，视觉的效果呢更加的活跃。高配车型呢采用了一个12.3英寸的全液晶的仪表，显示的内容呢非常的丰富。它这个界面呢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欢的驾驶的模式进行更换，能够非常清晰直观的显示出驾驶的相关的信息以及数据。国潮版呢，它这个屏幕呢也从9英寸啊镶嵌式升级到了12.3英寸的一个悬浮式的一个中控屏，更加呢符合驾驶者的视角。车载系统呢也搭载了腾讯的 TAI 3.0 的互联网的智慧生态，采用了腾讯 TAI 生态语言，可以呢通过这个语音呢来控制它这个多媒体导航、空调、电话的这些功能，集成了车载的微信，你像这种爱奇艺呀，包括抖音、全民 K 歌、爱趣听等在线的资源。但我呢更喜欢它这个 QQ 的音乐，还有它微信的功能，因为呢用惯了一种东西真的很难以改变。4辐式的多功能方向盘呢，它采用了一个皮质的包裹，整个握感呢粗壮很舒服。方向盘呢它支持一个上下前后的调节，并且呢有拨片换挡，给驾驶增加了不少的乐趣。这款车呢给我留下更深的一个印象呢，就是它这个座椅的包裹性，还有它的舒适性。全车呢采用了一个打孔的真皮的配以红色元素的这么一个设计的方式，坐垫的它这个填充的非常的柔软，感觉呢就像坐在一个大沙发上。
同时呢，也配备了无线充电的功能，整车的储物空间呢做的也是非常到位的。它这个中央的扶手箱的里边呢，尺寸也是非常大的。哈弗 H6 国潮版它这个后排空间呢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完全呢可以满足日常的需求。我身高呢1.80米，前排呢现在已经调到了一个我合适的位置，我腿部现在还有2拳多的这么一个余量，头部呢也有1拳。空间呢还是很富裕的，而且它这个后排呢采用了一个纯平的地板的一个设计，坐在中间的位置上边也不会觉得不舒服。而且呢，它还配备了后排空调的出风口，还有2个 USB 的接口，还有它整个的这种空调净化的系统，时时刻刻呢为后排的乘客着想。虽然它这个长度呢只有4.6米，但哈弗 H6 国潮版的行李箱啊空间并不小，而且内部设计呢也很规整，后排呢支持4:6的比例放倒。一般的空间的需求呢，它是完全可以满足的。好，接下来我们把车开起来，看看它的驾驶感受如何。哈弗 H6 国潮版啊，它提供了 1.5T 高低功率和 2.0T 3个动力版本可以选择。今天呢，我们拿到呢是 1.5T 的高配的车型版本，配备的呢是 1.5T 的发动机，匹配的呢是一个7档湿式的双离合的变速箱，最大的功率呢为169马力，最大的扭矩呢是285牛米。由于呢它是一款主打城市使用的 SUV， 长城的汽车并没有给它提供4驱的版本，不过呢还是提供了运动、经济、标准3种驾驶模式。由于对于国产 SUV 来讲的话，我觉得动力啊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很多人呢不会用它呢去激烈的去驾驶去飙车，购买这个车的人呢更多一点的是看中了它的平顺性。H6 国潮版呢，它这方面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动力输出呢非常线性，很顺滑，在低速的时候呢也不会有这种明显的顿挫感，这方面呢已经超越了很多合资的车型，而且呢这个车呀非常的好开，转向呢很轻，油门和刹车呢也不沉，反应呢很灵敏。在智能驾驶、动力系统啊以及它这个主动的安全方面呢，此车呀拿到的是一个高配车型，除了提供360的全景的高清环影以外呢，还提供了车道居中的保持、自适应巡航、自动泊车等超过了15项智能驾驶辅助的功能。作为一个10万级的这种车来讲的话呢，静谧性呢这个车做的还是算可以的了。即使在高速行驶当中呢，驾驶室内也不会听到这种特别多的胎噪和风噪的声音。不过呢，这个车的发动机的声音呢，稍稍还是有一点大。作为中国汽车品牌当中最成功的 SUV 的车型，哈弗 H6 的市场号召力啊毋庸置疑。而此次呢再次推出了国潮版，或许有人会认为呢 H6 的国潮版啊只是第2代的升级，但事实呢并非如此。除了车内外设计有很大的变革以外呢，配置、智能、安全方面啊也都有了显著的提升。那么如何在众多的品牌当中选出一款具有性价比的紧凑级的 SUV 的车型，哈弗 H6 年终销量已经给出了你最佳的答案。好，今天的最后一句话，销量冠军传佳话，神气十足引潮流，智慧科技新体验，10万性价比之选。好，咱们本期的大帅说车就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